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宇宙频道，一起和我窥探神秘的浩瀚宇宙的面纱。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关注我。如果可以的话，就用你发财的小手点个小红心送给我，强烈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第一期我们一起窥探了太阳系中的木星，而这一期呢，我们一起窥探太阳系中的中星体太阳。太阳是位于太阳系中心的一颗恒星，太阳系中的8大行星、小行星、流星、彗星、外海王星、天体以及其他星际尘埃等，都在太阳的强大引力作用下环绕着太阳公转，而太阳自身则围绕着银河系的中心公转。小时候常听老人们喊，太阳公公都晒屁股啦，还不起床呢？其实太阳公公是一颗黄矮星，黄矮星的寿命大致为100亿年。那么太阳公公现在有多少岁了呢？根据查看的资料推算目前太阳公公大约45.7亿岁了。小时候还常听老人们说，其实太阳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因为是姑娘所以害羞别人看她。我们看她的时候呢，她就会释放她手中的绣花针，这样我们就不会再看她了。上学以后才知道原来那不是绣花针的光芒。那我们一起看看散发光芒的太阳真实面貌吧。太阳它总是闪耀着光芒，总是闪耀着驱动天气、生物学等的光和能量。除了让地球上的生命保持活力之外，太阳还会发出称为太阳风的恒定离子流。它偶尔会爆发出巨大的太阳物质云，称为日冕物质抛射，或称为太阳耀斑的 X 射线爆发。上学以后才学到，太阳是由核心、辐射区、对流层、光球层、色球层、日冕层构成。光球层之下称为太阳内部，光球层之上称为太阳大气。太阳是磁力活跃的恒星，它支撑一个强大、年复一年在变化的磁场，并且大约每11年环绕着太阳极大期反转它的方向。太阳磁场会导致很多影响，称为太阳活动，包括在太阳表面的太阳黑子、太阳耀斑和携带着物质穿越太阳系且不断变化的太阳风。但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太阳系家族在银河系中却仅仅只是十分普通的沧海一粟。银河系拥有至少1000亿颗以上的恒星，太阳位于银道面之北的猎户座旋臂上，距离银河系中心约3万光年。太阳和其他天体一样，也在围绕自己的轴心自西向东自转，但观测和研究表明，太阳表面不同的纬度处自转速度不一样。在赤道处，太阳自转一周需要25.4天，而在纬度40处需要27.2天。到了两极地区，自转一周则需要35天左右。这种自转方式被称为较差自转。我们视觉上的太阳看起来很平静，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剧烈的活动。太阳由里向外分别为太阳核反应区、太阳对流层、太阳大气层，其中22亿分之一的能量辐射到地球，成为地球上光和热的主要来源。太阳表面和大气层中的活动现象，诸如太阳黑子、耀斑和日冕物质喷发等，会使太阳风大大增强，造成许多地球物理现象，例如极光增多、大气电离层和地磁的变化。太阳耀斑是一种剧烈的太阳活动，是太阳能量高度集中释放的过程，一般认为发生在色球层中，所以也叫色球爆发。其主要观测特征是日冕上，就是常在黑子群上空突然出现迅速发展的亮斑闪耀，其寿命仅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之间，亮度上升迅速，下降较慢。
特别是在太阳活动丰年，耀斑出现频繁且强度变强。别看它只是一个亮点，一旦出现，简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发。这一增量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万至100万次强火山爆发的总能量，或相当于上百亿枚100吨级氢弹的爆炸。除了日冕局部突然增量的现象外，耀斑更主要表现在从射电波段直到 X 射线的辐射通量的突然增强。耀斑所发射的辐射种类繁多，除可见光外，有紫外线、X 射线和伽马射线，有红外线和射电辐射，还有冲击波和高能粒子流，甚至有能量特高的宇宙射线。从中心到 0.25， 太阳半径是太阳发射巨大能量的真正源头，也称为核反应区。在这里，太阳核心处温度高达1500万度，压力相当于3000亿个大气压，随时都在进行着4个氢核聚变成一个氦核的热核反应。0.25 太阳半径至 0.86 太阳半径是太阳辐射区，它包含了各种电磁辐射和粒子流。辐射从内部向外部传递过程是多次被物质吸收而又再次发射的过程。从核反应区到太阳表面的形成中，能量依次以 X 射线、原紫外线、紫外线，最后是可见光的形式向外辐射。在光球上常常可以看得到很多的黑色斑点，它们就叫做太阳黑子。太阳黑子在日冕上的大小、多少、位置和形态等每天都不同。太阳黑子是光球层物质剧烈运动而形成的局部强磁场区域，也是光球层活动的重要标志。长期观测太阳黑子就会发现，有的年份黑子多，有的年份黑子少，有时甚至几天、几十天日冕上都没有黑子。天文学家们早就注意到，太阳黑子从最多或最少的年份到下一次最多最少的年份大约相隔11年，也就是说，太阳黑子有平均11年的活动周期，这也是整个太阳的活动周期。天文学家把太阳黑子最多的年份称之为太阳活动丰年，把太阳黑子最少的年份称之为太阳活动谷年。经过数世纪的研究，人类对太阳黑子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一个就是黑子会对地球的磁场和电离层产生干扰，例如指南针不能正确指示方向，动物迷路，无线电通讯受到严重影响或中断，直接危害飞机、轮船、人造卫星等通讯系统安全。其次就是太阳黑子活动的高峰期，太阳会发射大量的高能粒子流与 X 射线，引起地球磁暴现象，导致气候异常，地球上微生物因此大量繁殖，这就为流行疾病提供了温床。因此，太阳黑子量达到高峰期时，人类要及早预防流行性疾病。大家都知道，阳光是地球能量的主要来源，有许多天然的合成过程可以利用太阳能，例如光合作用是植物以化学的方式从阳光中撷取能量，例如氧的释出和碳和化合物的减少。直接加热或使用太阳电池转换成电的仪器被使用在太阳能发电的设备上，或进行其他的工作。有时也会使用极光式太阳能，也就是凝聚阳光，储存在原油和其他化石燃料中的能量，是来自遥远的过去经由光合作用转换的太阳能。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拥有的能量，因为它们是历经亿万年才转换而来的。要记得，从来都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我分享我的视频的朋友，记得强烈推荐给你身边相同的爱好者哟。如果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指正。我是星河，你是宇宙，我们下期见。